Hello， 欢迎回到老婆不要看。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台南，就要找泰叔。大家好，大家好。那这一次我们被君卡给邀请，然后泰叔也在里面，也就是台南的 One of One 也会参展，在11月的21号。到底泰叔会拿哪些大货呢？OK， 因为大家知道泰叔其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卡友。他在这个里面卡坑，杀进杀出，退坑又进坑，退坑又进坑，最后就开了卡店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故事，可以泰叔帮我们分享一下你之前的这些故事呢？哦，好啊，大家好，我开始接触球卡的时候，应该是在1993年，就是那时候 Penny Hardaway 的新人年，在球场上我的学弟拿了一张卡片给我看，那时候我们都很疯那个 Penny Hardaway， 因为 Jordan 退休去了，对，他拿了一张卡片给我看之后，我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说球员卡，我就说这种东西这么好，你在哪里买？他就跟我说在我们隔壁的城市，马上就骑着机车就马上去了。隔壁的城市，对，就在嘉义，我是住台南，然后就在嘉义市，我们就马上去嘉义市。他去的时候身上没有很多钱，所以就拿了几包，然后就开始入坑。中Penny了吗？没有哦，那时候都拿中的 Michael Jordan 去换 Penny， 真的很聪明。那时候 Penny 真的很红啦，对。那到96、97年其实是一个大年，那时候 Kobe 出来，艾弗森，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比较有收藏的一个行为，就是会去买 Kobe 或 Iverson。然后那时候 Reflector 就刚开始出来 ，Topps Chrome 也开始出来了。那么小的年纪其实不太知道，但是知道它是亮的比较好。对，那有收藏，然后后来就到 MJ 又回来了。对，然后 MJ 的卡片那时候高比例的东西就不太买得起，都会买一些中比例的，顶多大概到1:144左右，或1:24、36那些，就会买一些。我那时候 Penny 有点受伤，对，所以就是转移焦点。对，就开始买，还是买 Jordan， 还有收一些 Kobe 的东西。对，那后来就毕了业去当了兵，去当兵在新竹，然后去新竹找卡店。在台中当兵，在台中找卡店，只要一找到机会就在找卡店。跟我一样。对，然后我出国去日本，我都去找卡店。都在找卡店，对，到哪边然后后来就比较回到南部工作，就在台南有2家卡店，就比较常在那边。另外一家就一待就大概20年，都在那边。那前几年的话，那一家卡店的老板就是大概生涯规划就退休去了，然后我们这边就去衔接来开，因为台南没有卡店的话也蛮奇怪的啦，对，然后我们就开了，把重责大任扛在身上，就One of One卡店。然后因为卡友都是老朋友，所以就找了一个地方，大家可以聚集一起来享受这个收藏的愉快的时光。那这一两，我先问问看，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越玩越大？其实我一开始玩球卡就有设定目标，卡架圣经 Beckett， 对，以前都会看这个，然后我就把90年代的那个 Jordan 的签名都画上荧光笔，有拿到的话就把它消掉。我那时候就是目标就是把90年代的 Jordan 的卡片签名卡收起，对，他就很认真的在找，还有 Kobe 的东西也是啦，然后就退坑这个比较后面一点，有一段时间工作了之后，对，然后还为了小孩，然后就工作了几年，对，就结了婚生了小孩，对啊，就老婆说一直玩卡没有陪小孩不太好，所以就有退坑啦，对，他有把卡片出掉，对，那因为朋友大部分都卡友比较多，所以大部分约的地方都是卡店，忍了几年之后，又慢慢的进坑了，对，又慢慢的进坑啊，就是大概就开始收一点东西呀，对，那真的是后来又进来玩比较大一点的话，是在这几年，就是开了卡店，然后卡友接触多，然后也觉得这几年的卡片还不错，就多少投资一点点。了解。对。这个泰叔还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符合台南的这个精神啊，很乐观知天命。因为现在把他之前的这些80几张的 MJ
划过线的卡拿出来啊，还有他说，哎，你干嘛用这个价钱买？我以前不会啦，其实每个时段都有它投资的时间点，对。那好的卡片其实蛮值得投资的，对。从它卡片这么久的历史来说，好的卡片我们知道的话，它都是一路往上成长，对。那当然有一些卡片是会随着球员的成绩在起跌啦，对，哎呀。OK， 所以来台南一定要来台南的那个101 Card Shop， 好，然后到时候我们在军卡的时候也会军卡的这个 Card Show 里面也会有泰叔哦，所以记得来找找他，可以跟他聊聊故事。泰叔是个非常好聊的一个卡店老板。然后在这边我们再来问问说，那你就是有点像是继承了这个台南该有的卡店的部分。那你对于这个你的卡店的设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看你的 logo 就有点比较美国的 style 的这种感觉。对啊，那时候跟卡友讨论说我们店名要取什么。对啊，因为大家想要的就是猜卡的部分，当然大家都想要猜到 One of One 嘛。对，所以跟卡友就蛮有默契的说，那不然我们用 One of One 来当店名。对，后来当了店名之后，发现那个中国大陆那边也有 One of One， 美国那边也有 One of One。对，显然这个名字还不错。那其实我们在第一年在开店的时候，当然应该有猜到60几张 One of One。整间店猜到60几张One of One，这个名字就真这样。对，那时候真的有吓到说，每个月都在出One of One，而且蛮多张的。对，真的猜蛮多。老婆不要看要改，老婆One of One， 老婆是One of One啦，对。真的第一年真的是蛮旺的啦，对。你要看看这边我们这个猜卡冠军哈，红叶杯猜卡冠军，办了3年，他拿下2年的这个猜卡冠军。好，所以在泰叔在不管摆福袋的方式也是非常是开放陈列的，所以你可以马上的拿到你的奖品这些东西了，所以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个101 Card Shop， 这个又是什么由来呢？我觉得这个乐真是每次在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会每次会调侃泰叔的这个部分，这就是那个是我去年去美国去那个。看 LeBron 的时候，跟那个啦啦队合拍啦。那卡友就从那个 IG 上截我的那个照片，他去做的那个桌垫。该不会是你的生日礼物吧？不是，他就对啊，就做了桌垫给我们啊。对，然后拆卡可以用啊，因为这个有一个缓冲的效果，对于卡片来讲会有比较好的保护啦。其实卡片这个东西是一个蛮好收藏，因为它不占空间，那也可以做一些好的投资。它的投资的那个报酬率基本上都比现在的股票或者是一般的定存都还要好，但是就是要做功课。还要认识对的卡店老板卡店老板还有卡店是一个很重要的交易资讯的来源。对，然后有一个好的卡店老板是要给你好的观念，不是要一直猜。当然猜是好玩的，但是要了解什么是好东西，是刚才K叔一直都在告诉我们的，也告诉我们的这个整个团队在那边上课。对啊，因为基本上台湾的卡店老板大部分都是蛮资深，所以常到卡店找老板聊聊，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跟收获。对，然后做一部分的小投资啊，也当成娱乐。生活比较愉快，对。我拿一张这个 Nicky Hayden 这个泰叔的 Nicky Hayden， 我们来很快速的、简单的去告诉所有的收藏家，那个什么样的收藏的开始，就是从这个开端哈。我看 MotoGP， 然后我是 Valentino Rossi 的车迷，没有卡。我整天在找，但是就是没有卡。他有签名的头盔，他有签名的东西，但是我刚刚一来到泰叔看到的这一张，我马上就知道他是 Nicky Hayden， 然后他是美国车手，对，没错，美国车手。然后他拿过世界冠军，然后他却在在 MotoGP 里面非常危险的一个运动里面，他是当下被斩了就毙命了，就是轮胎就这样过去的毙命了，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车手，因为那时候 Honda 真的很喜欢他用他。
唯一或者是最后一张的签名，就在这个2008年的 Topps 的这个 Allen and Ginger 的这个Ginger 的这个 collection， 所以当我看到这张的时候我明天应该就会一倍把它 watch list 就会放在那边。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收藏。当在了解什么是好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是让你可以一直回味。当我在看到他拿到总冠军的时候，或者我看到他在赢得这些车赛的时候，还有这些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而真的付出生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哇，这是我的童年，在我看到的这个 MotoGP， 它让我怀念 Valentino Rossi， 还有 Nicky Hayden。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真的会是从这个小小的收藏，就会让人家开始慢慢的圈粉。就是Tate叔一直说的，什么要让你去认识。我来到了 One of One， 我才看到我人生中自己觉得的 One of One。OK， 所以这些是好的卡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哈，不要自己埋在那个地方。虽然老婆不要看，只是帮你们引入门，但是真的要就像。卡片有点像是以前股票的耗子对，交换讯息啊，婆婆妈妈交换讯息，我们在这边也是在交换讯息。男生无聊打屁舒压，去帮这个把一天的烦恼忘掉之外，你又可以发觉有些东西还可以让你每天晚上笑嘻嘻。对啊，真的很不错。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快速介绍这个Tate叔的 One of One Car Shop。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真的Tate叔，你见到Tate叔，在台南见到Tate叔，你在台北见到Tate叔，我相信Tate叔都会给你非常多的这些收藏卡的知识，就像这张一样。好，那最后就还是一样跟大家说一下，11月21号Tate叔会在我们的这个军卡所举办的一个卡秀，让大家见面聊聊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然后Tate叔在这边会跟大家 say hello， 欢迎大家当天来临。你主要会在那个地方放哪一些东西？我们的卡友应该会放一些单卡跟福袋。单卡大家就知道，要带钱。对啊，大家来观摩一下。对，然后也跟Tate叔聊聊看，说哪一些好的卡片啊，或者你心目中有什么卡片，Tate叔会给你一些想法。这就是真正的台南人的这个热情啊 ！Hello， 这个礼拜六军卡举办的卡展就要来喽。邀请了非常多的卡店老板，还有我都会在那个地方，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好，那我的摊位就是专门帮大家去送鉴定的服务，当然有什么大家的鉴定的疑问，也可以当天再问我。然后我们的这个服务还升级喽，是用网站的方式去做登录、照相而存档。好，所以除了这个鉴定的部分，还有一些鉴定的知识可以询问我，或者是有专人为你服务之外，我们那边还有的是箱子。不但可以装鉴定卡，这是 PSA 的哈，这是 PSA 的部分，然后这是 BGS 的部分，然后都是非常合的，而且还有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放法，你可以把 Top Loader 可以这样子横放哦，所以甚至到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磁铁壳也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放，所以我会这个是特别去定制，跟厂商去定制是厚的这种软棉，而且是扎实的这种软棉，所以你一盖下来直接这样带走的时候是非常 OK 的，所以这是我非常推荐的。所以我们当天那边也会放一个箱子的部分，所以这个箱子的部分还是跟军卡去做联名，有50款，有2套，然后各50款。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棒的是讲座的部分，然后讲座的部分当然有很多特别来宾，主要是要讨论的是收藏卡的未来趋势，因为这些东西跟你我就有息息相关，里面都是全德高望重的这个收藏家们。那欢迎大家能够赶快进来这个会场，然后马上在11点钟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论坛。那论坛的之外，你们就可以四处乱逛。然后如果你有遇到我的时候，记得跟我 say 个 hello。然后你要询问我什么样的问题都 OK。11月21号，我们安和路的 Avenue 见。